因此，只要在能量产生的瞬间，有人能跟上能量流动的方向，他就有机会顺藤摸瓜找到苏的大本营所在。而一旦抵达那里，这个人就有可能从底层机制下手，为大家争取到改变局面的机会。很合理的方案，对吧？米斯特林，我不知道你说的合理究竟指什么。或许你对于世界炮融合所产生的能量还没有概念。即便你再强大，我也不认为你有办法在那样的能量爆发中存活下来。那么，不需要存活就好了吧？还真让他们说中了。看来这里急需清理呀。嘿，你说够了！我将扭转万象。尽是些散兵游勇，偏偏还源源不断的冒出来，真是浪费功夫。算了，就当热身吧。说什么可以媲美中焉之剑，就这？如果这些家伙也算是那个什么缩的手笔，那他可真是占山为王太久，连自己的位置都摆不清了。正好，我就借这个机会让他好好瞧个清楚，什么才是律者。你说够了？是错觉吗？你说够了！太虚之望！怎么回事？这个世界炮在限制我的力量。你说够了！你说够了！就算再怎么限制我，杂兵还是杂兵，只会躲在背后放冷箭的胆小鬼，还指望和我一决胜负吗？你说够了！怎么回事？限制消失了！我将扭转万象！限制被解除了，还是说刚才那种感觉才是错觉？嗨，算了，和之前也没什么区别，水土不服而已。热身运动也该结束了，剩下的速战速决吧。毕竟后面还有一大堆麻烦事在等着我呢。唉，真是劳碌命啊！那家伙梅博士的优点一点都没有学到，使唤人的本事倒是学了个10成。不
不过，谁让这项任务只有我能达成呢？所谓能者多……怎么？看来我们的推论基本正确，两个世界炮的融合正在缓慢而稳定的推进，无法阻止。这里的能量波动和凋零之心给人的感觉一模一样，这两个世界会变成现在这样，果然都是缩的手笔吗？融合啊，那么如果直接穿过前方那片已经量子化的区域，是不是就能直接进入另一个世界炮？米斯特林，你明明接连受了2次重伤，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一转眼居然又开起了这种玩笑，这好心态还真是让人佩服。正是因为暂时无法使用力量，所以我才有开玩笑的余暇呀。而且，这不仅仅是玩笑，也说不定哦。算了，随你高兴吧。既然一路护送你们过来都没有遇到什么挑战，我也该去寻找适合使用砂糖一药的空间位置了。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能靠它找到让我们安全脱离世界炮的方法。薛定谔博士，普罗米修斯，这里就交给你们啦。在你回来之前，我们会尽力寻找缩的破绽。当然，也会盯好这个家伙，让他不要乱来。希望绮罗小姐能顺利找到解救我们的方法呢。哼，你就擦亮眼睛等着瞧吧。好啦，既然我们的侦查员小姐已经信心满满的出发了，我们也该提前给她准备好接风的礼物。这里的视野不怎么好呢。17号，我们再向融合区域靠近一些吧。走吧。这种融合可能会在临界面释放大量的能量，谨慎一些，不要冒进。难道我还不够谨慎吗？看来谨慎这个词需要有个新定义了。真的是很强的压迫感呢，简直就像是在对我们宣告，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整个世界。奇怪，这些能量怎么了？还需要采集更多数据，再去其他位置看看吧。看来，越靠近融合区域，崩坏能的密度就越高。但相对于世界炮融合这样的现象来说，这些能量是不是分布得太均匀了？几乎没有什么波动。等一下，不太对，小心！看来有人不欢迎我们的调查呢。追踪判定已开启，用拳头说话。稍安勿躁，以身为戒，观念长存，于传奇中再度醒觉。果然，这边的数据也毫无区别，简直就像经过缜密的计算一样。
无论如何，先根据刚才的发现，重新梳理一下思路吧。你们好像很关注能量的分布，这当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特别的并不是能量本身，而是产生能量的过程，或者说原因。物质会通过能量的传递，而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通俗来讲，就是水往低处流。因此，普罗米修斯和我的最初猜测是，世界炮中不均衡的势能自然推动了世界炮的融合，并因此而释放能量，这与雪崩或者地震的原理类似。然而，从刚才收集的数据来看，当前的这种融合并不自然。与其说它像是地震或者雪崩，倒不如说更像是一起经过精心规划的人为纵火。也就是说，梭很明确的想要让世界炮被毁灭。的确，就像我们之前推断的那样，所谓的梭，应该是凌驾于世界炮之上的一种规则。但究竟为什么它会让毁灭世界成为规则的一环呢？或许答案就在眼前。世界炮因为自身不稳定，或者彼此融合而毁灭，由此释放出大量能量。这让我想起了本真世界一种常见的能量获取方式。没错，这简直就像是核反应。凋零之星的结局类似于核裂变，而我们当下面对的情况类似于核聚变。此时此刻，这两个逐渐合并的世界炮就像是身处于一个巨大的反应炉，而随着世界炮融合产生的能量越来越多，这个反应的速度还将逐渐加快，直到世界炮彻底毁灭。而这一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很可能会被梭提取。若真如此，那么他人为纵火的动机也就得到了解释。唉，这么看来，我们所珍视的文明，反而更像是它流水线上的副产品呢。那么，如果世界炮完全融合，曾属于这个世界炮的一切，包括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会苟延残喘，还是直接消失？不知道，但从现在的种种迹象来看，我们所面对的最大风险是自己没有任何手段来延缓世界炮的融合，除非存在另一种凌驾于世界炮之上的规则，能够和梭互相抗衡。否则，单纯置身于世界之中的我们，将极难对抗属于世界本身的命运。如此看来，我们还是寄希望于绮罗小姐比较实际。毕竟，如果能够与真正的中焉之茧取得联系，眼下的这些问题也就不足为虑了吧。的确，算算时间，他或许已经有了成果。啊，消息来了，时雨绮罗小姐，情况如何？是否需要我们提供协助？抱歉，我失败了。这个世界的边际好像消失了。根据砂糖银药的指示，穿过这段闭锁的折叠空间，就是世界炮与量子之海间的真正边界了。这里的氛围还真是压抑。别想太多，尽快从这里通过吧。不过，作为通向世界炮边界的必经之路，即使跨越了诸多维度，这条路也未免太长了吧？刚才发生了什么吗？算了，时间紧迫，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继续向前吧。这里怎么这么空旷？
什么标志物都没有，我应该没有迷路吧？还没有走到头吗？这条路究竟有多长？这里真的是通往世界炮边界的必经之路吗？没有能量波动，连世界炮融合产生的怪物也没有，哪怕是来一场恶战也好啊，至少证明我没有走错路。世界炮的边界应该就在前面，但究竟哪一个方向才是所谓的前方？必须尽快找到路才行，哪怕是返回的路。返回？无论如何，先和其他人取得联系吧。说不定他们已经找到了什么方法。普罗米修斯交给我的通讯仪器，希望在这里也能正常使用。抱歉，我失败了。这个世界的边际好像消失了。看来眼下的情形远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复杂。为了避免出现意外，神与绮罗小姐，请尽快返回吧。既然利用外之剑突破世界炮的计划已经宣告失败，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存实力。抱歉，是我将情况想得太简单了。不必自责，绮罗小姐。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抽象、强大而又具备明确意志的敌人，而且，也许我想到了另一种方法哦。另一种方法？还是等你与我们会合之后再从长计议吧。我知道了，稍后见。只要依照砂糖银药记录下来的路径原路返回，就能回到出发点吧。应该没有问题。欢迎回来，绮罗小姐。世界炮的性质因为融合而产生了变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并不是你的错，你无需垂头丧气。米斯特林，你刚才说自己想到了新的办法，究竟是什么？这个嘛，还需要绮罗小姐的协助哦。你之前说过，那把砂糖银药可以作用于高维空间，也就是说，它对眼前这些已经融合的区域也能生效了。可以是可以，但具体的形式或许与你的想象有所出入。砂糖银药曾遭受过严重破坏，在修复它的过程中，休格斯对它的全能进行了拆分。我现在持有的只是重新修复后的其中一把，因此并不能发挥出它的全部力量。具体来说，所谓的生效，也不过是对空间的展开方式进行一些引导，并不能阻止世界炮继续融合，更谈不上复原它们了。没有关系，这样就足够了。我希望你能做到的，就是对这些正在融合的部分进行催化，
引导出类似爆破的现象。而真正特殊的是，在你进行这一系列操作期间，我会身处其中。什么意思？对于你们聪明的头脑来说，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如果真像你们推测的那样，整个世界炮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应堆，那么既然它的运行看起来如此平稳，这些由反应生成的巨额能量就一定需要相应的去处。我想那多半就是缩的核心。因此只要在能量产生的瞬间，有人能跟上能量流动的方向，他就有机会顺藤摸瓜，找到缩的大本营所在。而一旦抵达那里，这个人就有可能从底层机制下手，为大家争取到改变局面的机会。很合理的方案，对吧？米斯特林，我不知道你说的合理究竟指什么。或许你对于世界炮融合所产生的能量还没有概念。即便你再强大，我也不认为你有办法在那样的能量爆发中存活下来。那么，不需要存活就好了吧？毕竟我的本质并不是人类，而是圣痕所凝结的理性。我们的生存状态原本就和人类不同，在失去形体之后，我无非将回归圣痕空间，就像曾经的我反复经历的那样。这并不算什么损失，甚至反而更方便我跻身于能量的洪流，不是吗？我对此存疑。我也不建议这样做。不，应该说，我不可能参与这样的计划。米斯特林，你的存在方式姑且不论，即便一切顺利，你也不确定自己在那边能做到什么吧？为了虚无缥缈的机会，就这样铤而走险，根本就不理智。如果在你牺牲了这些之后，却发现事态无法按照你所计划的那样发展，你又要如何是好？那样的话，也只能自认倒霉了吧。但在那之前，这一切是否有用，我还是希望能用自己的双眼验证。因为我很清楚，所谓的知晓和理解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哪怕会付出很多代价，我也想亲眼看看，在走投无路之际，我的选择会创造出怎样的未来。当然，如果这个未来能帮得上你们，那就更好啦。也许我的确在做出糟糕的选择，但那也要等到验证后才能确定，不是吗？而除此之外，我也无法想出自己还能怎样帮助各位负担起将希尔他们招来此地的责任。算了，反正在心口开河这方面，我是赢不了你。既然如此，投票吧。成功率未知的行动，应该由所有人共同决定。好呀，时间有限，就由我们几人共同表决吧。17号，至少你能够理解我的想法，对吗？或许吧，至少作为机械生命，我的寿命足够长，足以等到你从圣痕空间再度现身。当然，前提是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炮全身而退。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可不要觉得寂寞哦。你想多了。不是，你怎么……在很久以前，就有人教导过我，要尊重每一个人类的选择。无论是米斯特林，
还是那个人说，人类的本质就是为了本不为我的某物而献上生命？那薛定谔博士呢？你从刚才开始就一言不发，一定是觉得这家伙的提议纯属异想天开，对吧？不，伊斯特林小姐的提议虽然牺牲巨大，但无疑是眼下最为可行的方案，并且只有她能够做到。米斯特林小姐，我愿意为此向你致敬。博士，你博士不必客气。我想，大多数人在处于我此刻的立场时，都会做出类似的决定吧。比如60多年前的您。怎么样，绮罗小姐？既然投票的结果是3比1，你也只能接受我的提案了吧？在稍后引爆空间的时候，你可一定要温柔一点哦。